好，我们开始分区，我们在头顶的中心点分到后部的黄金点。那如果客人是拼分的，我们再利用客人的拼分来做一个斜分区。再从黄金点分到颈点，把两侧分开。好，再从颈骨点分到耳上点，第一个分区。好，另一边也是从颈骨点分到耳上点。好，分区之后呢，我们开始进行剪切。我们会用 A 技术零层次来先定好长度。那在发廊当中呢，没有固定的长度，按照客人的需求来去设计这个发型。那在这个头模里面呢，我会定在发际线以下2到3公分的长度来去剪切。那零层次呢是按照它的自然垂落方向做一个水平面去剪切。那切口呢，因为是一个三角形，所以是轻微后短前长的切口。剪这个零层次，我们用梳子呢来固定头发，用密齿从发根梳到发尾，那均等的拉力固定这个头发去剪切。好，在耳后也是呢，用密齿的梳从发根梳到要剪的这个长度，那用这个长度呢继续延伸。轻微后短前长的切口，剪完之后呢，我们去一下肋角，那从耳后画一个 C， 然后呢，多余的长度把它去掉。那这样子呢，表面呢这层呢就会更好的往内包，发际线呢会显得更干净。好，剪另外一侧呢，很多时候会出现不对称的。那为了更容易掌握两边的对称，我们用刚刚剪过这边的长度，那做一个记号，啊，先预长一点点。好，然后呢，从中心点这里连接这个点，那我们就更容易去掌握两边的对称。还是呢，按照它的头发的自然垂落方向。连接这个点，那刚才呢预留长点点的，现在可以切掉多余的长度，然后呢再看一下两边的对称，差不多。好，这边呢也是先去肋角画一个 C 型的方向，那边线呢不干净的地方呢把它收掉。那中心点呢也是可以看看去一些肋角，那把不干净的这个外线呢可以收掉，那整个零层次呢会有更好的包裹的这个效果。那我们刚刚定好了这个长度的效果就是这样子了。好，我们从这个零层次上面呢走回一个堆积重量的技术。然后一个客人希望厚重一点呢，我们就不需要做堆积，就直接从颈骨以上组合堆积重量。但是呢，我想要堆积感更强烈一点，所以我们从中心点取垂直的分区。然后角度提升呢，之前也介绍过了，从1度到89度这个空间都是一个堆积重量的角度提升。那通常呢45度呢比较均匀一点的，所以我们用45度角度提升。剪切切口呢是下短上长一个堆积切口。那如果呢你不希望呢就是太轻的，那你的切口呢这个角就不要去的太多。那下一片呢移动斜分区。那用刚才的第一片的长度呢做我们的引导线，把新的一片带到之前的一片，对准引导线去剪。那你可以看到了零层次呢我没有破坏的，所以呢零层次呢这个还在，所以到最后呢还是偏厚重的这个边缘层次。那下一片，那在这个点呢放射分区。那这里要注意了，因为呢这里呢发际线呢越来越高的，如果你提升很高的话呢，这边就很容易点缺。所以呢到第3片
带到第二片，角度呢会偏稍微低于45度。那点子呢可以帮助我呢保持耳后发际线偏高的这个地方，保持这个零层次。拿到最后一片，也是带到第二片。随着我身体站位呢没有跟随这个头型去走的，那就不会容易把这个区域剪短或者点缺了。那可以看到最后一片呢还是带到第二片，角度呢偏低。那这样子呢，耳后这个地方呢是剪不到的这个零层次。好，另外一边用同样的垂直写分区，那角度呢一样的，大概45度左右，用第一片的长度做的引导线，把新的一片带到中间这一片。那切口呢也是下短上长。那对于重量呢，切口呢永远都是下短上长。那底下剪不到的地方就不需要剪了。那下一片有点放射的分区，第三片带到第二片。那这里呢很容易延长的，因为呢我们的手必须要把胳膊提高。那如果你胳膊垂下来了，角度会偏低的，所以呢必须要注意一下你的手的提升位置，保持一个大概45度的提升角度。那底下零层次也是剪不到的，把这个角呢轻微磨掉一点点，把最后一片带过来。那刚才讲过了，最后一片呢，因为发际线这里偏高，那我们把角度呢轻微偏低一点点。那基本上呢，耳后这个长度是剪不到的。好，颈骨以上呢，我们取水平偏斜往前的分区。那第一片呢分到耳上点。好，在这个颈骨以上的区域，我是取水平偏斜往前的分区，因为我想要感觉偏厚重的堆积。我们呢用颈骨以下的长度做我们的引导线，角度呢是低于45度。然后我的手指呢，你可以看到不是平的，手指的平行这个分区，因为呢如果手指是平的，很容易把这个地方剪短的，所以下一个部分呢，还是再慢慢移动降低，再稍微留下我的手指跟分区平行。那耳后这里要注意了，因为呢发际线呢越来越高，这里头发偏少的，所以这里呢角度会更低一点。那这样子呢就不会容易呢剪出来有一个缺口。那可以看到我的拉力是非常轻的，没有用很大的拉力，轻微呢往后梳，然后呢用后部的长度呢继续呢延伸这个长度。好，下一片的分区继续呢平行斜往前的分区，分到前面的发际线。好，下一片呢提升角度轻微提升一点点。然后如果呢你不提升呢，你还是拉的同一个点呢，到最后你的重量堆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重量线。如果你想要柔和点的堆积重量，轻微提升大概半个指位左右。那手指呢也是轻微扭曲，跟分区平行。那可以看到了，剪完一点点呢，我没有摊刀的剪到下面的，因为呢我要移动我的身体站位，然后就移动这个头模。在现实生活当中，在剪客人，我会移动我的站位，然后呢慢慢降低我的角度。那刚才说过了，这边降低角度呢就不会容易剪缺，尤其是在耳后发量偏少的地方。那在这里呢，也是呢轻微的拉力，对准引导线去剪。那每一次的手指都稍微留下，跟分区平行。好，到耳朵前面呢，发际线呢，我们呢轻微的往后一点点带，那也是呢很轻的拉力，角度你可以看到接近零角度的。那继续呢
我的切口呢后短前长。那这个切口呢没有一个固定的切口的，那如果呢你的客人呢想要前面长点，你的切口可以稍微斜一点，三角一点。然后如果你的客人不想要太长太斜的，稍微平一点，按照客人的需求来去设计这个斜线的切口。好，继续呢下一个区还是呢偏水平斜往前的分区。这里呢接近头顶的动感区，因为呢我想要减厚重的堆积，所以继续用堆积重量技术来去减这个区域。如果你想要顶部有更多的动感，那顶部可以组合去举重量。好，接下来呢这个区要注意了，因为呢靠近黄金点这个发旋这个位置，有些人发旋呢会比较弹起来的，然后我们呢用宽梳来去控制发片。那在这个假头模呢是没有发旋的，我们就继续用粒子这个梳来去梳头发。那我们呢要看看头发的流向，因为呢头发的流向都这个地方是有些头发是立长的，我们要按照它的头发的立长去梳头发。因为呢如果你不按照它的立长的方法去梳头发，你往后去带，剪完之后它会弹回它的自然立想的方向，那这个堆积重量就会去掉的，就不好看。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的头发的流向。那提心角度也是呢稍微高于刚才的一片半个指位，也是呢1、2、3停，然后呢稍微移动我的身体站位，或是呢移动这个头模。那这个三角形的切口呢还是会稍微偏有点圆的，轻微曲线，后短前长，那这样子呢会更流畅。如果你是直的平的切口呢，它会比较生硬一点的。那到耳朵顶部这个区域也是一样，角度呢上得更低，但是呢会高于之前的一片半个指位。那不断呢把手指呢移动再移动，平行这个分区，那这样子呢点出来了，还会有一个更流畅的三角形的纹理。那前面这个角呢也是按照客人的需求来去剪贴。好，都顶部了，我们还是大概有2片的分区，还是呢继续轻微斜往前的分区。好，顶部这里呢继续大概半个指位的提升，逐渐的提升。那对准这个引导线，在弧形的切口移动我的身体，或是移动这个头模，慢慢降低。因为本身呢这个分区是斜往前的分区，这个点是偏高的，这个慢慢降低的，再低的，所以我的提心角度是按照这个分区去提升。那这样子的这个堆积剪出来就会有一个很流畅的从后短前长的往前推动的这个纹理。好，最后一片呢轻微往后带。那因为呢如果你是往前带，很容易把这个角呢剪完之后会去掉的，所以轻微往后带一点点。手指呢也是轻微留下，跟这个分区平行。那这样子呢就可以保持这个角呢稍微流畅，不会把这个角去掉。好，顶部这一片呢，看看头发的自然垂落点在哪里。它自然垂落在耳朵后部这个地方，我们就按照它的自然垂落方向梳发片。那按照下面的长度呢来做引导线。那梳头发呢，最好从发根梳到发梢，那这样子呢有一个均等的这个拉力。那到前面呢也是一样的，轻微往后梳头发，轻微的一点点的提升，每一片一点点提升呢，那你的边缘层次呢剪完之后就会比较柔和点，不会有一个很硬的这个中浪线。
好，那这里呢，这边呢就结束了，可以看到最后的这个效果。那这个重量呢，可以看到，因为是低于45度，它的落点呢会偏低的。然后呢，这个纹理呢是从后短前长往前推动的这个三角形的形状。好，另一侧颈骨以上一样的，取了水平偏斜往前的分区，分到耳上点。好，这边呢要注意的就是你的手位，刚才也讲过了，你的胳膊呢必须要抬高，手指跟分区平行。如果你的手很容易有惰性的垂下来，就变平了。啊，平的刚才说过了，你剪放下来，这个角就会短掉了，那这个堆积就会有缺口。所以呢，剪这边呢必须要注意一下，你的手提高。如果你的客人的坐姿偏高的，那你就降低一点点。啊，用刚才的颈骨以下的长度做我的引导线呢，一样的，点一点点，移动一下你的身体站位，然后呢，慢慢的轻微降低一点点，手呢稍微扭曲一下，跟分区平行的。把之前的这个切口呢稍微磨掉。那刚才说过了，这个三角形的切口呢还是带点幅度的，因此呢就有一个更好的流畅的纹理往前推动。而耳后一样的道理，因为发际线越来越高，这里发量偏小的，更轻盈的拉力，更低的角度去剪切，继续延伸这个三角形斜线的切口。好，接下来下一片，从颈骨以上分区分到前面的发际线。好，下一片呢，继续半个指位左右的提醒。然后呢，也是移动我的身体站位。那这里呢也是要注意了，因为每个人的头发生长的方向都不一样。如果呢你的客人头发生长方向是立长的，必须要按照他的立长的方向梳头发，更轻的拉力。剪完之后呢，这个回弹就不会幅度太大，就不会容易有缺口了，在这个堆积重量的表面，慢慢降低在耳后这个位置。继续呢，半个指位的提升，在耳朵前面呢，必须要降低，刚才讲过了，降低角度，先定好想要的长度。那继续呢，从后部的这个切口延伸一个斜三角的这个切口。好，刚才呢右边剪完之后呢，更好掌握两边的对称呢，我先把左边这一边的长度放下来，按下两边的对称，那这样子呢更容易去掌握这个发型的对称。我稍微呢放长一点点，很少。那等一会呢，我再从这边呢，可以把这边多余的一点点呢去收掉，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掌握这个发型的两边的对称。好，可以看到现在呢两边的长度呢差不多了，那这样子呢就更好去掌握两边的对称。那现在继续剪顶部这个区。好，顶部这个区继续水平斜往前的分区。好，继续按照头发的流向去梳头发，按个指位的提升，切口呢还是偏曲线的切口，然后呢慢慢降低我的角度，在耳朵后部这个地方。还是继续来移动我的身体站位，在耳朵前面呢，必须要按照他的头发自然垂落去梳头发。那这个地方呢，会画线的地方呢，轻微往后带一点点，那这样子呢可以保持前面的长度稍微长一点点，前面的角就不会去掉了。好，下一片呢，再提升半个指位。
这里呢还是要降低一点点。每一片呢都要移动我的身体站位，还有呢注意一下我的体型角度。那下一片前面的发际线地方也是轻微往后梳，对准引导性去剪。好，到最后一片呢，也是要注意头发的自然垂落点了。它自然垂落在耳朵这个地方，那我们就不要把头发往后带，按照它的自然垂落点呢去剪。切口呢还是带点弧度的，每一片呢都把一些角的把它磨掉，这样子呢才会有一个更流畅的这个三角形的纹理，往前推动的纹理。头发呢是轻微往后带。好，这边呢也是结束了，可以看到了这个头发的流向纹理都是往前推动，那后部呢它是一个低层次的堆积重量，这个三角形的堆积重量。好，现在呢基本形状已经结束了，那我们通常呢在湿的头发先把形状结构剪好，剪好之后呢用吹风吹干之后呢再进行精收。好，吹风呢我们呢会用手排梳，用一个包头型的方法，先从后部这样子呢往前去吹，那吹风机呢最好了从45度斜往前的，不要呢从下去吹，因为这样子呢会把发根吹得太蓬的。先从上面45度这样子斜往前，包的头型去吹。那之后呢也是从前往后包的头型去吹，那这样子呢可以把发根发中均匀呢吹顺。然后呢最后呢我们再进行精收，用点剪的手法去把过重的发量呢去除。好，现在吹顺赖子之后呢，我们进行一下点剪精收。那底层这个零层次呢，如果偏厚重的，那我们可以用梳子来固定，垂直的点剪进去小切口。那如果你要柔和点的切口呢，可以稍微偏大一点，按照客人的需求来去点剪。那这个堆积重量的部分呢，可以取斜分区，也是呢大概45度提升。那这个干净的切口呢，也是小的点剪切口，柔和这个切口。那剪完之后呢，这个堆积重量呢就会显得很自然，不会有一个硬的这个重量线。那耳后这里呢也是要往后靠。那在这个干净的切口呢，轻微一点点点剪。耳后发量偏小的地方呢，尽量不要点剪太多，不然这边呢也会出现一个切口的。那顶部这个区可以看到，刚才我剪的时候是按照它的自然垂落方向去剪的，所以头发当移动往后垂落的时候会长出来。所以顶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呢先提高，把这个多余的这个角呢轻微点剪。那把多余的这个长度点剪之后呢，后部就不会多出来这个不连接的这个效果。看到这些长的，把它点剪。那可以看到这个堆积重量呢就不会有一个缺口，因为刚才剪的时候我是按照它的自然垂落方向去拉发片。那顶部这个堆积重量一样的，取了垂直的分区，把这个堆积重量的干净的切口呢，用小的点剪切口柔和。那这样子呢，这个堆积重量呢就会显得很自然，没有一个重量线。好，两侧的长度呢也是用梳子来轻轻固定，轻微呢小的点剪，从前斜往后的切口，柔和一下这个干净的线条，放下来呢会偏柔和自然。好，顶部角度呢不需要提得太高啊，按照刚才的剪的这个堆积重量的这个角度呢去提升。
那你会看到了这个堆积重量的切口比较干净的窈合一下。那最后这个点剪的这个部分呢，是按照客人本身的头发的状况、发量来去调整的。那如果你不想要太薄的，那你点剪的幅度呢就稍微少点。那如果你觉得整个发型偏厚重，那你想要更轻盈，那你可以点剪的更深一点。这个呢就是按照不同的客人去调整这个发量了。好，那另外一边呢，一样的，在这个0层次的长度点剪一下干净的切口，从前斜往后的切口，那这个头发的流向还是会往前推动的。那这个堆积重量的部分呢，取斜往前的分区，45度带出来，把干净的切口呢，用小切口点剪。然后要注意呢，就是耳后发量偏小的地方，那不要点剪太多，避免呢这边也会有一个缺口。然后顶部这个地方呢，偏长的，有点长的，挂在后部这个地方，也是呢水平分区。把这个多出来的一个角了，轻微的点剪。好，一边点剪一边观察一下这个堆积重量的重量线。刚才说过了，如果你的角度提升没有每一片呢半个指位都一个指位提升，你会建立一个很明显的重量线。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点剪更多，把这个重量线呢剪得更柔和，那才会显得这个堆积重量呢不会过重，不会有一个明显的重量线。好，右边这边第一片也是用梳子来固定，切口呢从前斜往后点剪。好，经过点剪调亮之后呢，现在都这个外线。剪这个外线呢没有一个固定的形状的，也要看本身的客人的脖子。如果脖子呢偏比较宽的，我会轻微带点弧度，更圆润一点。那如果客人的脖子偏瘦的，我可以剪平一点。那我在这个线条上面呢稍微呢带一点幅度，一点点幅度，用点剪的手法呢，从后部中间呢一点点去。那这个长度呢没有固定的，两边的长度也是要看本身的客人想要设计的长度。那一开始呢也讲过了，如果客人想要前面长点的，那你的切口，你的三角形的切口呢就稍微斜一点。那客人不喜欢太长的，那你的斜切口呢可以稍微平一点，或者更短一点。那这里呢，因为刚刚剪的时候呢，我用的拉力偏比较轻，那故意呢把这边呢放长一点点，来弥补了耳朵顶部发际线发量偏小的，那这边就不会出现一个缺口，然后把多余的地方呢轻微点点收干净。这个发尾呢有一点点往外翘了，我们可以扶手从上去点剪，把发尾呢比较往外翘的地方呢可以收拾，这样子呢边缘层次就会更收紧，整个堆积重量呢会更顺滑。当我们剪这个线条的时候呢，你的视觉呢最好跟这个切口的线条呢平行，这样子可以看得更清晰。
所以看到我的三角形的斜切口呢，轻微从后部斜往前，后短偏长，那没有了，保持了斜度太斜的，这个也是要看客人本身的喜好。那可以看到这个角度去剪的时候是低于45度的，在枕骨以上，所以呢，它的落点呢偏低的，偏比较厚重的。那这个呢适合发量偏少，那头型偏扁平，客人喜欢比较厚重的这个情况呢，用这个低角度三角形堆积重量的技术。另外一边呢，两个方法，你可以呢从后部剪纸呢去剪一个弧形的线条，大概呢先定好，就是跟另外一边的一样的幅度的长度。然后呢，在侧面这里呢，这个多出来这个地方呢，也是呢轻微用点剪把这个幅度连接起来。那两边呢来回去精修，显得这个幅度呢更干净、更圆润、更流畅。好，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款发型结束了。我们用了 A 类型的零层次组合三角形的堆积重量来完成这款发型，希望能帮助大家更了解 ABC 系统剪裁。好，我们下期见啦，拜拜。